就是这个，我昨天晚上还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李秋曼女士，市场部的代理总监。也希望以后大家在李总的带领下，继续保持市场部专业高效的状态。请李总说两句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秋曼，叫我以瓮就行。之前呢，我在法国留学，后来留在巴黎工作了几年。这次回国呢，主要是觉得国内发展空间会更大，我会尽快的跟大家融入到一起，不让薛总和公司失望。公司新推出的4款软糖将是市场部 Q4工作的重中之重。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具体的策划方案。方案的事情，来之前董事会跟我提过了，我也做了一版，但是时间比较仓促，可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，大家多提意见吧，给我一个同步期，谢谢。欧陆之春，这个概念好洋气啊！主题配色也很高级啊。我不知道大家对欧洲的春天有没有感知，我认为可以用春寒料峭来形容，那是一种凛冽之美。为了让客户能在我们的包装上领略到这种酷，我采用了云灰、鎏金、矿紫、墨绿4种颜色，这也是法国明年时尚界的流行色。不好意思，我打断一下，这个方案夏果已经带着市场部的同事们提前做好了，而且已经在推进了。哦，这样啊，那没有关系啊，可以2个方案一起来比较一下吗？李总不愧是法国回来的，视角新颖，定位高端，配色也很浪漫，我很喜欢。不好意思，我忘了介绍了，这位是夏果市场部的骨干。你好。他之前提交过一份策划案，取名“春晓”。我个人觉得2份策划案各有各的特色。欧陆之春受众定位比较高，而春晓从元素上更加贴合我们中国传统文化。回头有机会你可以看一眼。既然薛总很欣赏夏果的方案，那我建议春晓和欧陆之春同步推进方案的细化工作，等到各自完善之后再来过会，再由薛总和公司来定夺到底采取哪个方案来做最后的样品推广，您看行吗？可以。另外我还需要几个助手。你是总监，你有权抽调在座的任何一位。还是自愿的比较好。愿意帮李总的举个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配合。不过我觉得搭档的话呢，还是让我对各位有更多的了解之后再来选择。散会。哎，夏果，我对公司还不是很了解，能带我去转一下吗？当然，这边请，李总。叫我以瓮就行。好。这边呢就是办公区。哦，对了，昨天的牛排你男朋友吃了喜欢吗？后来还是他自己做的，不过他一直有用你推荐的那个胡椒粉。他说好的肉质其实不需要用太过多的调料。那就好，每个人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，就算是同一个人，有的时候也是会变的，对吧？不过你们能喜欢那就太好了。对了，你来公司有多少年了？哦，我之前是在乐山分公司待了3年，然后调到上海这边来还不到1年。哦，那不简单哦。看得出薛总很器重你哦。薛总一直很鼓励新人的。他一贯的作风。你们之前认识啊？
高，怎么了？妈妈，你在哪里？妈妈在工作呀。妈妈，我不想要一个人吃午饭，你快回来！不是说好了阿姨陪你吃饭的吗？不要，你现在就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你等一会儿啊。我女儿刚回国，有点不适应。那你要不要赶紧去陪她？我可以邀请你跟我一起回去一趟吗？我对公司啊、市场部还不是很熟悉，想抓紧时间向你了解一下。也行。快到了。哎呦，米高，看谁回来啦？妈妈，你怎么了，宝贝？说好的事情怎么能反悔呢？你不乖哦。李小姐，其实米高挺乖的，可能是我做的饭菜不合他口味。回到中国了，就要学会吃中国菜，知道吗？妈咪，我就是想你嘛。来，快叫人。阿姨好，叫姐姐，夏姐姐。夏姐姐好。哎，米高你好，长得真漂亮。她呀，专挑我跟她爸爸优点整，小机灵鬼。来吧，我们吃饭吧。李小姐，菜齐了。家常便饭，别客气啊。哎，正好你是四川人，不怕辣吧？不怕不怕，我很爱吃辣。你也爱吃辣？我虽然不是四川人，但是很爱吃辣。那下回我家那边给我寄什么辣椒酱啊、豆瓣酱啊什么的，我给你带点。哦，不用不用，米高对黄豆过敏，这一点遗传了他爸爸。为了他们，这类的佐料都不能进家门了。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过来和我们一起吃饭？得等爸爸有空啊。我不要，你让爸爸今天就回来嘛。你不要得寸进尺哦。我已经回来陪你吃午饭了，爸爸得忙完工作呀。不要嘛，我要爸爸嘛。米高，你要是不闹，妈妈就去找爸爸商量；你要是闹，就到旁边去闹。妈妈跟姐姐吃饭。这才乖嘛，这样爸爸才会更喜欢你的。吃吧，多吃点啊。哎呦，这么喜欢吃辣呢？哎呀，不要浪费啊，多吃点。Lucy，遗忘他是华东经贸大学毕业的。是啊，后来还去了巴黎的 ENSAD。我记得薛总好像也是华东经贸大学毕业的。果果，你什么时候也这么八卦啦？你也磕 CP 啊？没有啦。哎呦，磕就磕嘛。我也觉得遗忘和薛总两个人很般配的哎。你说他们俩会不会以前就认识？可能吧。我觉得虽然表面上来看不出来什么，但是越是这样就越有问题。不想让我们吃瓜而已。我眼睛很尖的呀。等我再研究研究。简安米那边我已经交代过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夏果，你是要用会议室吗？没事，你们先用吧。那你一会儿再来吧，我跟薛总很快就好，10分钟。不用了，就按这个执行吧。你们用，你们要吧。薛总。那你用吧。李总。
一只兔子曾经相信了刺猬身上的刺是代表着丰收与美好，于是它和刺猬结伴而行，开始期盼共同的未来。然而兔子终究是柔软的。米高对黄豆过敏，这一点他随了他爸爸。为了他们，这类的佐料都不能进家门了。吃完黄豆以后，我就会浑身起一种红疹子。即便再小心翼翼，也抵不过刺猬刻意藏起来的刺，在不经意间将你刺得遍体鳞伤。这里是10万块钱，我凑齐了，先还你。这是给你的预付款，干嘛还我啊？之前多亏了你的这笔钱，我才算是渡过难关。如今债也还的差不多了，果果也有工作，一鸣十个这边项目也比较稳定，帮了我不少，所以我就想着先还给你，一码归一码嘛。遇见哥，你还真把我当客户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想休息一下，陪陪我老婆。我也不想让她再胡思乱想了。明白了，我不会再打扰你和你的家人的。文雅，我十分感激你对我的信任，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的帮助，这些我永远都不会忘。等设计定稿了，我会交给组里最靠谱的同事负责跟进，一定给你保质保量的完成。好，那以后你要是累了，想找一个吐槽的树洞，哪怕不说话，就是陪你坐坐，也一定要找我。谢谢。先走了，拜拜啊，拜拜拜拜。老婆，我们是不是得给孩子起个名字呀？男孩女孩都不知道，你怎么起啊？玉星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还玉大海呢。可以啊，玉大海。那你不是叫胖大海好啦？小名叫罗汉果。那女孩叫金银花。哎，我是觉得啊，不管男孩女孩，名字里得有个辰字。为什么？你想啊，他小名叫的好听，晨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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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晨晨是不难听啊。晨晨，吃饭了吗？晨晨，晨晨，考试考好了吗？怎么又没考好啊？买菜去了。哎，小姐啊，哎，最近你那个儿媳妇怎么样啦？还行，就是我受累呀，又当婆婆又当妈。我们家那儿媳妇主意可大了。我那家那个儿媳妇呀，经常把我气得半死。她倒是不气我。我们家那玉建老护着儿媳妇，这什么都不跟我一条心。哎呀，儿子嘛，都是娶了媳妇忘了娘。我那天看见你们下锅在红汤面馆吃面，大把地放辣椒哎。他最近还吐不吐？不太吐了。我怀我儿子的时候一直在吐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不要着急啊。这个事情虽然说不一定，但是为了预防万一啊，你得想办法保证。这东西灵不灵啊？真的很灵呢。我偷偷弄了些，准备给我儿媳妇吃。果果呀，
妈，这么晚了，还不去洗澡啊？我等于建回来的，谢谢妈。啊，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早就跟他说过，这不能给私人老板打工，24小时都不让人睡觉，他不信呐。你看这没早没晚的，这老婆老妈都不要了。还是我们果果懂事，说不让看电脑就不看，那高跟鞋说危险就不穿了。那天我拉电闸，你也没跟我怄气，还是你最懂得我们的用心了。这个大人呐，上点心，孩子才不会有什么闪失，是吧？妈，您的心思我都懂，但是我们也要相信一下科学，是不是？你看我最近就在看这本书，我觉得特别好，你有空也可以看看。好，你看就行了。我们这都是过来人，我们相信经验。这个叶酸是你每天都吃的啊？每天都吃啊。那你快点洗澡哈。好，知道了妈。你早点休息啊。文雅那项目你真不跟了？大头奖金可都在后边呢。我说了很多次了，想清楚了。行吧，那我也不劝你了。不过老汤，你这也该培养新人了，这光靠我一个人也不是办法。你就别跟我打哈哈了，还不是怕果果多想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这么着，这几天也确实把你累着了，陪果果，周边转转，散散心。干嘛去了呀？怎么这么久？给你买了些吃的，火车上可没得卖。可以啊，在哪买的？就那边。上一次来这儿是5年前了吧？小火车没变，油菜花也没变，还是那么灿烂。我们也没有变啊，果果。这2天我想了好多，为什么我会让你这么误会？
为什么我会让你这么没有安全感？其实归根到底，还是我太忽略你的感受。你现在怀着孕，而我除了工作就是工作，一切都是我想当然的以为你天生就可以做一个好妈妈、好老婆。可我呢，我甚至都没有学会怎么去处理这些微妙的变化。是我错了，以后啊，我不会再让你担心了。